美國已經連續10年稱霸全球市場，無論佢嘅市值定係回報，贏晒其他國家幾條街。4年裏面，美國吸咗1/3全球外國投資嘅總資金，美股每隔幾日就創新高，連樓市都升到嗨嗨。不過最近 BlackRock 同埋 Vanguard 都潑冷水咁話，預期美股未來淨係得返單位數字嘅回報，股民唔使再發白日夢諗咁多啦。美股公司成功擺脫咗上年嘅頹勢，連續3季業績向上，而未來嘅 prediction 仲好似一片光明咁樣。美國 S&P 500強公司最近一季嘅業績裏面，無論係收入定係利潤都大幅高於預期。Q2 就更加厲害啦，預計第二季嘅 earnings 會達到4957億，創歷史新高。零售、銀行、科技業公司都紛紛上調自己嘅業績預期。每隔幾日新聞又話股市突破新高，好似坐過山車咁，不停咁樣衝上去，當然好刺激開心啦，但係又會擔心會唔會一下子衝落嚟嚇死人呢？係 S&P 500嘅估值指標，依家嘅 Cap Ratio 咧已經去到34啦。當 Cap Ratio 高於20嘅長期平均值嘅時候，即係代表股市依家太貴。歷史上 Cap Ratio 超過30咧，之前淨係發生過4次，分別就係依度、依度、依度同埋依度啦。當然仲有依家啦。而喺之前嘅4次裏面，有3次股市之後都係大跌，即係美國嘅大蕭條、科網泡沫爆破同埋2022年嘅熊市。當然啦，我就唔係話 Cap Ratio 高就等於聽日就有股災。不過指標就話俾我哋聽，依家股市嘅估值偏高，而歷史亦都警告咗我哋，可能有風險要留意啦。咁點解 Vanguard 話得返個位數字嘅增長？係咪美國嘅經濟其實唔係咁好？佢哋只不過做啲數字呃下我哋啲股民呢？今日我就同你哋一齊研究下美國將來嘅經濟同埋市場走勢。當然啦，影響美國嘅經濟因素有好多，但係今日呢，我就會集中討論喺金融、經濟市場有關嘅3樣嘢。第一樣係利率。喺過去6個月以嚟啊，聯儲好似彈弓手咁樣，又彈出又彈入，一時減息，一時又話唔減住。由今個月開始，越嚟越多嘅經濟學家最關心咧就係呢4隻字：中性利率 （Austar） 或者叫 neutral rate， 就係鮑威爾晚晚發夢都最想夢見、最想達到嘅經濟狀況。人人有公開，唔會今日買嘢1蚊，聽日就要10蚊。公司開行 turbo， 生產力超好。喺呢啲咁理想情況之下嘅短期利率，當然啦，喺個咁 ideal 嘅中性利率之下，經濟唔過熱，亦都唔過冷，總之就係叫好啦。但係現實當然唔會咁理想啦，所以央行係需要通過調整利率去應付唔同嘅經濟問題，所以亦都有人叫呢個中性利率做理想嘅指標。例如1995年嗰陣時咧係2.1%， 2016年嗰時係1.2%。而當呢個 Fed Fund Rate 即係聯邦基準利率咧定得低於中性利率嘅時候，呢個政策就叫做寬鬆貨幣政策。相反嘅話就叫做緊縮貨幣政策啦。喺美國史上，央行嘅利率政策介入得最勁嘅時候係有2個時期。第一個就係1970年代嘅滯脹啦，當時失業率高，通脹更加高，美國陷入全面嘅經濟危機。當時聯儲局嘅主席 Paul Volcker 咧就狠心大力加息，加到去20厘打通脹，令到當時嘅 Fed Fund Rate 咧高出中性利率成4倍有多，係近代最嚴重嘅緊縮週期。之前2段影片咧就有詳細講呢個滯脹噶啦，有興趣可以睇睇。而去到08年之後，有呢個美國 QE 之父之稱嘅 Fed 前主席 Ben Bernanke 咧，佢就不停咁樣印銀紙，泵水救經濟，減呢個 Fed Fund Rate 去到接近0%，即係你存錢入銀行咧，基本上冇利息收嘅，亦都係美國史上最長嘅貨幣寬鬆週期啦。去到今日，鮑威爾咧由2022年開始大力咁樣加息，利率終於再次高過呢個中性利率嘅2倍。美國都係喺呢個緊縮週期，而喺過去10年以嚟 Fed 普遍咧定落嘅長期中性利率啊，大約就係2.5%。但係今年咧聯儲局已經2次調高咗呢個中性利率嘅預期，去到2.8% 啦。市場咧近期都開始改變睇法，覺得呢個中性利率咧應該要更高。Goldman Sachs 咧更加認為係要3.5%。睇翻以前嘅記錄，10年前嘅中性利率其實都係4% 左右。所以鮑威爾就話啦，就算我哋調高咗中性利率，其實一啲都唔高喎。佢仲話疫情前嘅利率只係不正常咁低，仲話佢哋嘅政策唔係去得好盡啫，大家要慢慢接受翻呢個利率係正常化㗎咋。喺高利率嘅情況之下，經濟增長往往會放緩，因為咧無論係公司定係個人嘅借貸成本都上升。
所以經濟活動整體係會收縮嘅。咁中性利率上升對成個股市又會有咩影響呢？當然影響股市嘅因素好多，譬如經濟政治、財政政策、貨幣、估值等等。今日咧我就集中睇下估值同股價嘅關係啦。喺估值上面，我哋最常用嘅估值方法咧就係 DCF， 即係將公司未來收到嘅錢嘅價值換成今日嘅錢嘅價值。如果 Wing 公司一年可以賺到嘅現金流係10 mil， 咁5年後嘅現金流價值係幾多呢？好多人咧就會話啦，咪就係50 mil 咯，哈哈，其實就唔係咁樣嘅。我用一個比較簡單易明嘅方法去講俾你哋聽。首先咧，你哋要知道今日嘅100蚊同5年後嘅100蚊嘅價值咧，其實係完全唔一樣。有兩個原因，第一就係通脹啦。今日嘅100蚊喺通脹之後，佢嘅購買力會下降，所以依家嘅100蚊比起5年後嘅100蚊咧更加有價值啦。另外一個原因就係利率。今日我哋如果收到100蚊，我哋會將佢投資，或者咧就算我擺100蚊存喺銀行裏面，只要唔係負利率嘅話咧，你手頭上嘅100蚊咧都可以投資增值。但係5年後嘅100蚊依家就唔喺你手裏邊，你係唔可以投資增值。所以你依家收到嘅錢係比你將來收到嘅錢更加有價值啦。同樣嘅道理，當我哋要做股票估值嘅時候，我哋需要將公司未來嘅現金流去做一個打折。佢嘅公式就係呢個啦。翻頭先個例子，假設 Ring 公司每年嘅現金流係10 mil 嘅話，美國國債利率即係無風險利率咧，如果係2% 嘅時候，5年後呢50 mil 嘅實際價值咧就係得翻47 mil。但係當呢個美國國債利率上升去到5% 嘅時候，5年後你將呢50 mil 折翻去今日嘅價值嘅話咧，淨係得翻43 mil 啦。所以當呢個美國利率上升嘅時候，對公司將來嘅現金流，佢嘅 discounting 即係折扣就會越多啦，即係代表公司未來嘅自由現金流嘅價值就越少。換句話講，頭先我哋講過嘅中性利率上升，股票嘅真實價值咧就會下跌啦。而如果股票依家喺市場嘅現價係高過佢背後嘅真實價值嘅話咧，呢隻股票可能將會面對一個修正下跌嘅風險啦。當然我就唔係話呢個短時間裏面股市喺聽日或者下個星期就會大崩盤啦。但係如果按照呢個估值理論嚟講，呢度係有一個向下修正嘅風險。如果你想學多一啲咧，點樣做呢個估值模型，我哋嘅豬課程咧有教你自己做自己嘅 DCF 股票估值，仲用真實嘅股票市場例子一步一步咁樣教你點樣做呢個估值模型。有興趣嘅話咧，可以 click 呢個連結睇睇啦。做估值就要花好多時間心機，但係美股裏面咧有幾千隻嘅股票，茫茫大海裏面又點樣揀呢？今日我揾咗 Seeking Alpha 去贊助呢段影片。Seeking Alpha 係美股世界裏面最大嘅資訊平台之一，佢哋旗下嘅 Alpha Pick 係根據演算法用 Algo 去幫你砌呢個投資組合，每個月送你2隻股票，而且會因應市況調整組合。依家呢個 Alpha Pick 咧組合喺2年裏面嘅回報已經有123%，而同期嘅 S&P 500美股大盤指數嘅回報咧係只有44%。我覺得呢度最幫到手咧就係我可以根據佢嘅 pick 做第一步嘅 screening， 開始做我自己功課。譬如 Alpha Pick 裏面咧其中一隻股票就係百事可樂啦，咁入去你就會見到點解佢哋認為 Pepsi 係一個好嘅股票。譬如佢哋預期嘅收入會上升啦，未來嘅增長估值又點呢？當然啦，亦都有提到 Pepsi 嘅風險作為你嘅 alert。喺度重申啊，我就唔係建議你直接抄呢啲 number 入市去買等發達嘅，但係我覺得佢哋咧係非常之有參考價值。short list 完咧，你先開始做估值模型咧，會更加有效率啦。由而家去到7月6號 ，Alpha Pick 咧有一個50美金嘅折扣優惠，仲送埋你 Seeking Alpha Premium 1個月嘅免費試用。Premium 裏面有美股公司10年嘅財務數據、同業數據比較、負債、營運數據等等。如果你有興趣咧，可以 click 翻下面資訊欄嘅連結睇睇啦。好，翻嚟呢個重點啦。究竟點解全球最大嘅機構投資者 Vanguard 同埋 BlackRock 都認為未來10年美股嘅回報大約得翻3至5% 呢？佢哋嘅論點主要係嚟自呢個股票回報嘅計算，即係回報係嚟自股息加收入增長啦。喺1990年代中期之後，美股嘅股息率不停咁樣跌 ，S&P 500嘅股息率咧更加跌到僅高於1%，遠低於佢哋以前嘅長期中位數2.86。所以當股息得翻咁丁丁嘅時候，呢30幾年以嚟股票嘅回報增長咧，主要就係得翻靠呢個收入增長啦。收入嘅增長可以拆分成2份，第一就係銷售。
第二就係利潤率啦。過去30年以嚟 S&P 500嘅平均銷售啊，每年係增長4%，而喺90年以嚟，佢哋嘅平均利潤率係由4% 升到去12%。Vanguard 同埋 BlackRock 嘅意思就話啦，銷售 sales 嘅增長可能會繼續落去，即係咧你揾多啲人去買你嘅產品啫。但係點樣提升呢個利潤率呢？點樣再壓低個成本，提高價格，似乎就有 limit 啦。譬如人工同埋原材料每年都上升，佢哋認為美國公司嘅利潤率要一直超越長期平均水平呢，係好難嘅事。佢哋假設美股喺未來10年都可以保持依家嘅收入增長率，即係話頭先講嘅4%，再加翻呢1.4% 嘅股息率，呢個就係佢哋所講嘅單位數字美股回報啦。5.4%，當然呢個係理論性同埋以極簡單嘅方法去計算，現實就係好多其他嘅因素會影響呢個股票嘅回報率，所以我對佢哋嘅論點咧就唔係咁完全認同嘅。如果你睇下呢個工業革命咧，就會明啦。人類幾千年嘅經濟都係原地踏步，直至第一次嘅工業革命先可以造就到人類史上第一次嘅經濟大爆發啦。1770年，當時人類就用水同埋蒸汽推動呢個機械化生產，相隔100年之後，發生第2次嘅工業革命，當時人類咧就開始用呢個電力大規模咁樣生產，而喺99年之後，第3次嘅工業革命啟動啦，就係用 IT 去自動化生產。通常革命咧都係事後睇翻先知，好多人都不知不覺，咦，原來我哋已經喺革命裡面啦。所以依家我哋可能已經身處第4次嘅工業革命，即係人工智能去推動生產，機械人 3D printing、無人駕駛汽車等等。如果係嘅話咧，我哋同上一次嘅工業革命發生嘅時候，淨係相差50年，所以人類嘅工業突破係以越嚟越快嘅速度發生。當然啦，冇人係經歷過 AI 世代，所以亦都冇人可以 guarantee 講到幾多嘅 percent 嘅增長。但係對於 Vanguard 同埋 BlackRock 用4% 平均增長率去計呢個股市嘅回報嘅話，亦都冇將人類嘅生產力進步速度係越嚟越快呢個事實去納入佢哋嘅計算，就話增長得翻單位數字，我就覺得唔係太適合啦。歸根究底，美國嘅經濟都係要睇翻美國嘅長期競爭力，美國嘅 AI 科技、軍備發展、美元外匯儲備世界第一位，同埋最大嘅石油出口國等等嘅因素，令到美國長期處於世界領導嘅地位。佢哋硬件實力強大，所以亦都成功吸引大量嘅外國投資資金。喺疫情之後，美國就吸咗全球1/3嘅外國直接投資資金。相比起疫情之前，大部分嘅呢啲資金咧都中意流去新興市場，依家咧就完全相反啦。當然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係因為依家美國嘅利率升到去幾十年以嚟嘅最高位，吸引咗大量嘅外國投資者。當然美國政府都好落力通過唔同嘅法案，譬如再生能源啊、半導體法案等等，去吸翻咧外國投資者喺美國嗰度投資。而歐洲同美國喺疫情期間佢哋嘅經濟刺激政策都好唔同。歐洲就係保就業為主，補貼翻啲公司去保住翻呢啲工作機會，但係就少啲向人民派錢啦。但係美國就相反，拜登見到你失業啊，派錢；見到你生活困難啊，好都派錢。美國用派錢去推動呢個經濟活動，同時亦都大規模咁樣裁員搞到失業率爆到去14%，但係亦都幫公司慳翻唔少嘅成本，令到美國公司有更多嘅資源去研發，提高翻自己生產力。呢種汰弱留強嘅勞動市場，令到喺疫情之後，美國嘅生產力咧大幅拋離歐洲。咁投資者又要留意啲咩呢？好多投資者咧都擔心我哋係咪喺呢個 AI 泡沫裏面，會唔會變成20年前 dotcom bubble 嘅翻版呢？我哋依家一齊睇睇先。如果淨係睇估值啊，dotcom bubble 嗰陣時嘅 PE ratio 咧係30，依家係22。而睇睇用嚟衡量公司盈利能力嘅比率，譬如 ROC、ROA 同埋 ROE 咧，呢啲咁嘅指標，全部依家咧都係大幅提高。好多公司喺金融危機之後咧減輕咗佢債務，所以公司嘅財政比以前更加穩健。S&P 500嘅負債股本比率咧幾乎係1990年嗰陣時嘅一半。簡單嚟講，依家美國大型公司嘅獲利能力咧都比以前 dotcom bubble 更加好，而且咧財政又更加健康。不過頭先我提到嘅中性利率上升嘅時候，即係代表市場嘅借貸成本會上升，無論係公司定係個人咧都唔可以咁容易輕鬆咁樣借到啲平錢。企業嘅營運同埋擴張嘅成本上升，會壓縮翻公司嘅利潤。所以如果投資者係好擔心嘅話咧，要小心避開一啲高負債同埋依賴借貸嘅公司啦。尤其是係我哋講嘅僵屍公司 zombie 啦。美股裏面大約有10% 係僵屍公司，但係冇一間咧係 S&P 500強嘅公司。而要留意啦，依家美國嘅企業破產數量咧已經去到14年嘅新高，更加多嘅財政唔好
好嘅僵屍公司咧，會一步一步咁樣被淘汰。我嘅豬豬課程裏面咧都有教大家點樣去計算翻公司嘅財務數據，包括佢哋債務同埋現金流嘅水平。如果想學多啲咧，可以 click 翻下面連結啦。中性利率上升亦都會支持翻呢個美元走強。如果係美國嘅貨物出口咧，就會變得更加貴啦，會影響一啲跨國企業嘅收入同埋利潤。但係同時，美元資產因為回報更加高，推動更多嘅資金流翻入去美國。而喺呢個中性利率調高嘅時候，我哋喺資產配置上面又有啲乜嘢要留意呢？睇翻歷史數字啊，若果聯儲局加息，資金會流入債市，但係一旦開始大幅減息，債券嘅資金咧就會大幅流出。而最新嘅資料睇到，喺過去1年幾以嚟，我哋嘅加息環境之下咧，資金持續流入呢個 money market fund，即係貨幣市場基金，呢啲係屬於高流動性嘅投資工具，譬如存款證啊、短期國債等等。就正如最近聯儲表態就話啦，短期裏面咧，佢哋見唔到佢哋會大力而急速咁樣減息，所以債券同 money market fund 嘅市場咧，喺2024年裏面仍然可以維持唔錯嘅回報，直至快速減息嘅信號再釋出嘅時候咧，先有機會下跌啦。當然之前我喺唔同嘅影片有提及過嘅商品、貴金屬，譬如金啊、銀等等，亦都可以適當咁樣幫你平衡翻股市估值過高嘅風險。你哋2024年下半年最睇好嘅資產又係乜嘢呢？ A 金、B 債、C 股市、D 商品。好啦，呢度都再提大家 ，Alpha Pick 嘅50蚊嘅美金折扣優惠，加埋 Premium 免費1個月嘅優惠咧，淨係做6日，用 Ring is Here 嘅獨家連結裝呢個 Premium 咧，都可以享有8折。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可以 click 下面嘅資訊欄連結睇睇啦。好，今日咧我就分享到呢度。如果你中意呢段片咧，記得 click like 同埋訂閱啦。下次再見，拜拜。